我操！观众朋友们，我保证你绝对想象不到，让一个85岁老大爷打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后果有多严重。我们注意看，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是金猜大爷。我们金大爷昨天刚刚过完自己85岁的生日，但是没有想到，刚过完生日，今天就被他的老伴偷偷报了名，参加了这一次的拳击比赛。而且他的对手还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但说是老伴有点不太准确，因为他的老伴才40多岁。看来我们金大爷虽然說85歲了，但依舊是寶刀未老。但具體說是什麼原因、什麼想法讓大爺參加這一次的比賽，那就不得而知了。恐怕是想讓我們金大爺連續過2個節日昨天過生日，今天過忌日。反正我們大爺是非常寵愛他的愛妻，和我們的著名導演季中導演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上刀山下火海，我們知道是火海，那也跳。好，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金大爺今天對戰的小伙子25歲，不僅年輕而且這個身材也很敦實。無論是在年齡上還是在體型上，這個小伙子都有着巨大的優勢。金財大爺非常放鬆，我們看兩個拳頭拿得很低，而且打法非常具有侵略性。賽事方也很照顧金大爺現在台下什麼醫療團隊擔架輪椅都準備好了，而且承諾金大爺打贏比賽500萬的泰鈷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但這位小伙子如果打贏了他的獎金據說只有這個50萬泰鈷，差了10倍。很難想象，這是一個85歲的老頭，哇，渾身的肌肉塊，我覺得比現在90%以上的年輕人還要好，而且體脂率很低都是肌肉，好漂亮，連續的後手大力擺拳。有打中。好，比賽規則是2分鐘1回合，因為是要考慮到金大爺的這個身體問題，已經80多歲了，所以說呢，這個休息一定要到位。好，第2回合比賽繼續。小伙子不講武德。如果仔細看金大爺的嘴巴，他是沒有戴牙套的因為他現在呢滿口牙齒都已經脫落了，所以說完全不需要保護牙齒，所以說乾脆假牙一脫就不需要戴牙套了。我們看這個胖小伙下手也很兇殘，他甚至不用拳，專門用肘砸金大爺的腦殼。我甚至懷疑這是大娘這個大嬸兒花錢請來的殺手漂亮，連續的後手大力擺拳。什麼情況？觀眾朋友們，85歲，現場觀眾都不可思議，都沸騰了。這到底是大爺太強，還是這位小伙太弱呢？但據我觀察，的確是這位大爺太強了。完全不需要讀秒，站起來繼續幹。這個比賽也就是泰國敢舉辦80多歲。看來金大爺還是比較耿直比較正義的。如果說他現在直接躺在地上直接就伸腿兒，我相信多少這個也是能訛到一點錢的。好，雙方的比賽來到最後一個回合的較量。沒有想到這位85歲的大爺還真是寶刀未老。其實看他身材就能看得出來，他日常的訓練肯定是不少的肯定是經常健身。所以說娶一個小自己40多歲的老婆也是完全可以的。大爺應該是吃得消。
哦，接腿串摔。我们仔细看大爷的后背啊，这个脊梁骨有块包，有没有懂的观众朋友们啊？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吗？总感觉这块骨头啊，使得这位大爷更狠了。啊，有点晃，哇，这下彻底是暈了。但是没問題，金大爺還是站起來了。歲月不饒人啊，畢竟是80多歲了，所以說體能上也是很大的一個問題。這邊裁判應該是臨時終止了比賽，要檢查一下大爺的傷口。好，沒問題，比賽繼續。這位金大爺啊，的確是非常值得我們尊敬。如果有機會，我們很想看一看這個金大爺年輕的時候啊，這個比賽的錄像，估計呀，可能都是黑白版本的，因為年代太過於久遠了。好，現在雙方第3個回合比賽結束，目前來看仍然是沒有分出勝負啊，應該是還要繼續打。現在是雙方的第4個回合。其實按照這麼打下去的話，我覺得金大爺的技術啊沒什麼問題，就是體能上，哎呦，這成為我們金大爺今天啊最大的一個難點了。哎，我們注意看，現在台下有一個女的一直在指揮啊，不知道她是不是這個大爺的老伴兒啊？她一直提示這個小胖子用肘擊，這個女子是不是呢？打肚子啊，金大爺打腹的話，我覺得效果不是很理想。對方的肚子這麼肥，打下去的話效果肯定不好啊。好，連續的擊腹，哎，好像有效果了。哇，連續的擊腹拳，我們剛剛說到打肚子可能沒效果，結果這個小胖子哦，應該是岔氣兒了，這下是爆肝。你大爺果然還是你大爺，看來這位大嬸啊給大爺報名果然是沒問題啊，打輸了有遺產啊，打贏了呢這個有獎金，這簡直是兩全其美。好，恭喜這位80歲的大爺啊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啊，比賽到此結束了。那如果是你敢上台參加這場比賽嗎？敢和大爺比劃比劃打一場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特別是在美國這個地方，是吧？非常過癮。我聽到這尖叫聲，我非常興奮。本來手傷了，管不了那麼多了，揍他！中國小伙林瘋狂征服美國拉斯維加斯，客場作戰3拳2腿打廢 WBC 美國洲際拳王，讓老外徹底傻眼。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小伙林瘋狂殺入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對戰美國 WBC 66戰全勝的拳王阿傑布希卡的精彩對局。沒錯，他是美國 WBC 的洲際拳王啊，實力非常強勁，66戰不敗。當然，他66戰當中啊，有業餘比賽和職業拳擊比賽啊，並不是都是職業的。但是66戰不敗的話，已經非常恐怖了。而這一場比賽，我們中國小伙正是有着林瘋狂之稱的林帥。之所以叫林瘋狂，因為林帥有的時候他真的很瘋狂啊。可以說是我目前為止見到我們中國拳壇最張揚、最有個性的一個選手了。原本這場比賽是美國官方邀請我們中國選手啊到美國的拉斯維加斯，也就是賭城啊來參加比賽。林帥，我們南方選手是身材比較矮的，穿着紅色短褲的阿傑夫西卡。我們看到阿傑夫西卡在第一局比賽一開局啊就上去猛衝猛打，剛才一個反拳差點是擊中到這個林帥，但是林帥抗壓得很強，儘管3個月之後復出之戰，但是他要在拉斯維加斯希爾頓大酒店續寫他的輝煌。
我们已經向觀眾朋友介紹了這個藍腳選手，美國的阿杰·弗西卡，他不僅能打這種自由搏擊比賽，他還能打 MMA 的比賽。他的技法最好還是他的地面技。林帥之所以被稱為林瘋狂，因為他真的非常的瘋狂啊！本場比賽他是帶傷上陣，而且是右手手部骨折的情況下打的本場比賽，可見林帥對戰鬥的渴望啊是多麼的強烈。今天林帥你看吧，由於身高臂長，他身高比對方要高出有14公分，他從上往下。那麼這些弗西卡只有通過擺拳往上撲。因為在3個月前啊，林帥的左手的指部是骨折了，大拇指這個地方，他要證明自己。漂亮，用車拽腿。雖然說林帥呢，他是一個很瘋狂的拳手，但是他的戰術執行啊和戰鬥時的頭腦還是很冷靜的。手部骨折，那就不打拳了，我們就腿法為主，拳法為輔，把我們中國散打裡的沒錯，這個側踹腿全部給他發揮出來，而且本身我們就有着身高上的優勢，再加上大長腿，你看全場溜的這個美國的 WBC 的洲際拳王是根本摸不到我，讓對方看得見摸不着啊，急的是渾身都難受啊。這比賽這個場的控制還是非常好。所以在賽前啊，我們要研究對手，要知己才能百戰百勝。今天我們看到這個身材矮小的傑西·弗西卡呢，他想撲，但是畢竟林帥身材比他高，就是你用這種支撐打着林帥是不容易的。Final 10 seconds of this opening round. 看到今天林帥賽前還說，一直告誡他，今天的比賽當中少用這種左手的前。林瘋狂果然是夠瘋狂啊！不僅是個性張揚，其打法風格呀，也的確是夠狠夠猛。我們中國人就喜歡看這樣的選手。好，接下來看一下林瘋狂對戰這位 WBC 阿杰·弗西卡的第2場比賽啊，第2回合。男子重量級這場比賽是進行的是67公斤級的比賽，紅方是穿着白色短褲的林帥，藍方是身材比較矮的阿杰·弗西卡。這是雙方的第2場比賽。這場比賽採用的是武林風的競賽規則，要打3局，每局是3分鐘。林帥在第2局打得更加的游刃有餘啊，利用這種移動控制好距離，但是他要捕捉戰機，還要靠他的後手的重拳。不知道為何第2回合的林瘋狂好像沒有那麼瘋狂了啊，稍微是有些內斂。滿場他是採取了游走戰術啊，來不斷的拉扯這位 WBC 的世界拳王，而對方越是着急，他的漏洞啊就越多。哦，沒錯，高賓腿，哇，僅僅是擦了個邊兒。擦着頭皮，貼着頭皮而過。我們再看一遍精彩回放。哇，這下就是擦過去，光是擦過去這一腳，就讓對方呢瞬間趴地不起。好，還能打，還能堅持。看一下這一下還沒有重傷對手，沒重挫，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Again, they weren't crisp shots, and that might have really ended this fight as we see Fonseca above us, and his legs aren't right yet. 機會來了，機會來了！ Fonseca trying to fight. 這時候林帥還打得有點慌亂，還有點慌亂，再穩一些，再穩一些。Fonseca here with a punch, but the referee's going to count. 看到。這個獎為第2次給這個阿杰·弗西卡讀秒。如果在一局比賽當中3次強讀的話，那麼這場比賽就要結束。林帥要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要改寫歷史嗎？他要 TKO 對手嗎？比賽結束了，比賽結束了。我們看到場裁判蔣維為了保護這個阿杰·弗西卡，林瘋狂，觀眾朋友們果然是名不虛傳。在籃球界有個林瘋狂叫林書豪，在我們中國拳壇又有一位這個林瘋狂。
要知道本場比賽可是在美国的拉斯維加斯，我们客场作戰，太精彩了，主要是打的也是非常解氣。好，再次恭喜這位林瘋狂，也希望他能夠一直在拳擊擂台上瘋狂下去啊！再次恭喜，帥贏得這場比賽的勝利。到底發生了什麼？究竟是誰把中國的最強女拳王張偉麗打得鼻青臉腫，還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在媒體面前哭了起來？她便是來自於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女弟子關阿翠。可千萬不要小瞧眼前這個姑娘，別看她年紀不大，個子不高，長得人畜無害，可可愛愛。可一旦上了擂台，她就會化身兇猛的進攻野獸。她的每一場比賽都氣勢十足，拳腿兇猛的同時，她的嘴巴也從來不閒着，一聲聲怒吼讓很多拳迷觀眾印象深刻。好，再注意看眼前的姑娘，便是我們最喜歡的格鬥女王張偉麗。相信對於張偉麗不用做過多的介紹，很多拳迷粉絲啊，甚至比我還要熟悉。我只能說，張偉麗她是真正的做到了不為名不為利，只為給中國人爭口氣。好，雙方比賽開始，我們注意看紅方選手紅色拳套張偉麗，而藍方選手啊黑色背心，他便是關阿翠。身高上張偉麗佔據了明顯的優勢，但千萬不要小瞧關阿翠這個姑娘啊，她不僅打法兇狠，而且她的嗓門也相當之大了啊，我感覺比我大上10倍都有了。要打內圍。对，確實是頻率比較高。對。對，哎呦，張偉麗這幾次進的不錯啊，這兩次。實力好的手，對。關阿翠的節奏啊和他的速度是他的優勢。你看張偉麗在這個主動壓制上應該要做得更好。主要是正反架站立，對，要把自己的力量優勢充分的發揮出來。面對張偉麗這種選手啊，關阿翠更多的還是應該做腿上頭。對，踢身體效果可能沒那麼明顯。對，張偉麗本身力量就比較多，會站的人會更穩一些，就會往前頂。關阿翠看得出來啊，這個其實速度是非常的快。對，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你看，剛剛在做動作的時候，並沒有做太多的踢身體。對，後手節很快。相信大家伙也都聽到了，關阿翠的這個進攻方式啊，每一拳每一腿都要配合他吼一聲，這是他獨有的少林獅吼功。正常打比賽吧，這個出聲音啊很正常，但像關阿翠這麼喊的，我是頭一回見啊，之前沒聽過。我們看偉麗的話，進攻上依舊是非常的兇猛，但這場比賽對於他來講啊，規則不太好啊，因為我們是跨界出戰。張偉麗平日裡打的都是小拳套啊，能露手指頭那種，打的是綜合格鬥，可以摔，可以去打地面。而這一場比賽是自由搏擊規則，雙方戴的是大拳套啊，只能打拳、腿還有膝，其他的進攻方式都不可以。對的，那當然，一個特別擅長保持距離的頂尖級的散打選手。關阿翠這個這塊腿啊，速度是有，對，也有，對，殺傷力稍顯不夠，對。快！看他這個直線的，這個確實，哎，頂膝，哎呦，頂膝，有頂效果啊，這個頂膝，後手接了一個頂膝，有。好，現在兩人的比賽來到了第2個回合。關阿翠的這個腿呀，哦呦，這個側踹實在是太厲害了啊！我不知道觀眾朋友們對李小龍熟不熟悉？那這個腿法的側踹方式和發力方式，你看和李小龍簡直是如出一轍。好漂亮，張偉麗打上去，但阿翠這個姑娘很穩，抗擊打能力也很強，因此有很多人管關阿翠並不叫少林女弟子啊，管她叫女版李小龍。而且李小龍在打架的時候啊，他也非常喜歡吼叫啊，喜歡把這個氣勢喊出來。關阿翠這個腿啊，現在沒有那麼敢輕易起了，對，還是要大大方方的起腿。哦，小心啊，高掃腿。對，要把這些腿起得更麻煩一些啊，不要变啊，輕輕的起腿啊，對張偉麗很難有這種遏制效果。對。張偉麗出的又猛。對，啊，張偉麗的鼻子是有點流血，希望不要影響呼吸啊。對。哎，後手拳，後手直接進去了。啊，漂亮一個摔法。今天都很辛苦啊，因為是打3場。好漂亮，後手拳。哎呦，這關阿翠危險啊，這個後手直接被迎擊了。現在這個角度看得很明顯，張偉麗的臉，整張臉已經是腫起來了。賽前的話，張偉麗啊，她是臨時接的這場比賽，而且張偉麗當天的狀態也不是特別好啊，包括這一場比賽還是跨界比賽，規則她真的不擅長。好，旋風踢，你看關阿翠就非常的放鬆了。關阿翠呢，她這個很聰明，她知道拼拳拼不過，她就利用自己靈活的優勢啊，利用腿法控制距離，從來不和張偉麗拼。而現在偉麗有些着急了，她只想呢拼一拼。哦，現在鼻血也被打出來了。
不可以去防对方的这种顶膝当然有合适的技术啊，对，很多技术也必须要挑选合适的技术。对。张伟丽现在鼻血啊，哎，尽量不要做成转身动作过意，又浪费体能，又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刚刚最成功的能力不错，对。还有10秒钟，张伟丽要想进去啊。好，第2局比赛结束。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刚刚在前2个回合，我们伟丽啊打得非常的艰难，渾身有蛮劲儿啊，现在就像是野牛追兔子啊，浑身的蛮劲儿使不出来呀。好，张伟丽穷追猛打，还是要压缩对方的移动空间，最好是把关阿翠啊逼到角落，然后打，不要讓他每一次啊都能夠逃出來。对，哎，有成脚的時候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就像我們說這種小零塊啊，因為你放給他空間越大，越逮不到他。對，他想跑就不讓他跑。關阿翠也很聰明，還是對，經驗多。你看，撤到合適的距離，剛剛這個側身的發力其實就發挺足。對，對，打完就跑，打完就跑。張偉麗這個鼻血啊，有一定的影響啊。對，對呼吸會有影響，因為嘴裡還有護齒。是。明顯的是有影響啊！因為現在呼吸已經是用嘴來呼吸了。對，這場比賽如果是綜合格鬥規則，那就太簡單了啊！這個偉麗呢抓住對手，那肯定很輕鬆。但是很無奈啊，這是自由搏擊規則，你沒有辦法抓住這個很靈巧的小姑娘，她太靈活了。而且關阿翠呢，你看海盜式的打法啊，打完就跑，她不會給你太多反應的機會和反擊的機會。今天這個整個的3場比賽下來呢，對張偉麗來說應該是先不管結果如何，觸動應該會是非常大。對，而且在這時候的體能也出了一定的問題啊。對，兩人其實體能都軟。對，兩個人都是之前全部都是打滿了。對。好，那位，頂膝。張偉麗防摔能力還不錯啊。對對，這畢竟是 MMA 選手。對。有這種防摔意識的，其實跟散打選手也是一樣，他有到了這種位置的時候，自動有這種動作。好，要注意啊！比賽結束。好，比賽結束，這場對局張偉麗打得非常的艱難。從身上就能看得出來啊，關阿翠她幾乎是沒受傷，而偉麗這邊已經是鼻青臉腫了。沒辦法，因為規則不太了解，而且狀態也不是很好，沒有產生 KO，就要看一下最終的打分情況。比賽結果，藍方勝。因為我對我的戰力、我的拳非常有自信，淋漓盡致。至於為什麼，讓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這段採訪。泰森報到綜合格鬥，你算不算？不算厲害，只能算一個小菜鳥。在綜合格鬥規則下，在他那個級別，只能算是小菜鳥。那你能打得過泰森嗎？我覺得 MMA 規則應該沒啥大問題。而這場比賽，唐凱要面臨的對手也是來者不善，他是一個來自於伊朗的。這場比賽，戴瑞士可以說是拖家帶口，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自己的團隊教練都帶到了中國來參加比賽啊，更是大言不慚的表示慶功宴已經準備好，香檳、烤乳豬啊都準備好了。哎，小孩子，明天晚上30秒只有你。我最不喜歡說我個子矮，小矮人。明天我打你嘴巴。小伙子，別囂張，別看我個子小，我這麼大了，明天晚上照樣 KO 你啊！他是小小身體爆發出大大能量的河喜格圖。別看身材不高大，但是在擂台上的光輝無法抵擋。他擁有着草原狼之稱，作為老將精神的代表，他在賽場上多用靈活的移動和摔法戰術來擊敗對手。擁有不容小覷的實力，而且也是多次喊話方便，說30秒就能 KO 方便。但目前來看，我們的死神方便還沒有和對方應戰的準備。那今天這一場呢，其實是國內比拼啊。那今天與河喜格圖對戰的是來自格鬥兄弟俱樂部的王炳印，一位年輕小將。擂台上的他主攻速度快，步伐非常的靈活，能很好的掌握比賽節奏，而且他的腿法也是非常的重。
那這次面對河喜格图這位實力強悍的老将，在賽前王秉义也很是不客氣的喊话，对手是小矮子，還說30秒 KO 人家。王秉义，我只能說咱听話，老實的打比賽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們中國選手河喜格圖，他身材確實是不夠高大，所以也不喜歡被這麼叫。也是霸氣的回擊，說會在擂台上打耳光教訓王秉義啊，教訓我們的小朋友。也表示啊，別看年紀大個子小，照樣會 KO 他。那沒有想到這國內的火藥味兒也十足，那也讓我們期待一下雙方的精彩表現。比賽開始，可以明顯看到頭髮上有一绺紅色的是我們的河喜格圖，而短髮就是王秉義。在比賽一開始上來，河喜格圖馬上展現了他特別靈活的步伐啊，開始繞着龍邊跑。而王秉義則是佔據了中間位置，但是目前來看，河喜格圖是想将王秉義抱摔啊，但是沒能成功。這個果然啊，王秉義他的核心力量還是不錯的，而這個河喜格圖他也確實是擅長用他的摔法來擊打對方。那讓我們看一下雙方的戰鬥如何。在開始之後一直是在外圈進行游走。相信這場比賽之前，王秉義也會根據自己的這個比較大的一個身高和臂展優勢進行全面的備戰。是的，但是呢，絕對是不能輕敵的。錯，河喜格图呢是中国的傳奇 MMA 老将，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呢，也是創立了狼牙格鬥俱樂部，是帶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沒錯，我們看到河喜格圖也是身先士卒啊。在比賽當中也是有非常強勢的表現，希望能夠給弟子去做一個好的榜樣。是的，那王秉義還是呢憑借着自己非常高的身高和臂展，哇的前簇。王秉義呢是一個反架，河喜格图呢是採取正架，一直也是在用自己一個很大的臂展去進行這種距離上的控制。其實我們說到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從開始到現在，王秉義一直是佔據主動進攻位置的，主要是因為這場比賽他一定得拿到 KO 才可以啊，必須得去 KO 對方。正因為這場比賽呢，王秉義他是超重協議參賽，所以他必須得去 KO 對手，不然的話他怎麼算都是輸的。所以王秉義如果這場比賽不想輸的話，就只能有那一個辦法。那也讓我們期待一下王秉義是否可以啊拿下這個河喜格圖，更加的主動。這場比賽其實呢，對於王秉義來說呢，他的壓力在於賽前的称重超重，所以這場比賽他只有拿下終結的勝利，才能夠真正贏下。沒錯。那當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對於打擊摔跤手來講的話，他其實還是要調整自己的重心，否則的話被對方進行下體抱摔是非常難受的。是的。因為在比賽當中呢，你要麼就特別的遠，要麼就貼身，這也是留給河喜格图是兩個維度的這種優勢。這種優勢呢，就是說自己的爆發力特別強，從遠距離呢直接打入的這個能力也是相當好。而且永遠不要小看這種摔跤手的近身反拳，還有老將的老拳沒錯。王秉義還是顯得非常耐看，這就剛才的操作呢，非常危險，非常危險。好的。看，如果說是真正讓河喜格图是摸清了拳路的話呢，王秉義要非常小心。王秉義依舊在主動進攻河喜格圖，而河喜格圖現在是被王秉義一點一點的給逼退到了龍邊。哦吼，兩個人剛剛的一個對攻拳啊，哇，打起來非常激烈，兩個人現在可以說是完全誰也不讓着誰啊。河喜格圖一擊重拳啊，成功將王秉義給擊倒，兩個人再一次開啟了新一輪的纏鬥。視野盲區的，沒錯啊，而且剛才的襲擊也是瞬間失衡，河喜格图能夠抓住這次機會的話，會效果更好。是的，現在的河喜格圖呢，已經是摸清楚了王秉義的基本的一些的拳路路線以及身法路線，所以說你看到河喜格圖節奏上來，它不是一個好的事情。沒錯，下潛抱摔，我們看到會放倒嗎？打口已經是搭上了，是很有可能開。來到了河喜格圖比較擅長的位置。還是那句話呀，長怕摟腰。河喜格图這回是成功找到機會將王秉義給摔在地上，但是兩個人現在目前的姿勢啊，沒有完全的形成一個壓制，所以王秉義在堅持着，而這個河喜格圖也在努力找着一個適用的發力點啊，來將對方完全的壓制住。
王秉义也在拳法进攻对方，两个人再次挣扎，成功解脱。王秉义这个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哇，刚刚的那一个飞膝啊，其實還不錯，但很可惜被這個河崎格圖直接給半摔啊，兩個人是直接順勢來到了地面上。哎，這個王秉義他的整個人的掙扎，他整個人的力量還是說非常可怕的啊，因為每次都被河崎格圖給壓在地上之後迅速的起身。讓我們再看一下後面的比賽。剩10秒鐘。是的。那麼王秉義，我們看到這場比賽，他只有拿下終結的勝利，才能夠真正贏下比賽。是，這樣對於王秉義來說的話，時間是他最大的敵人。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剛一上來，河崎格圖的進攻慾望還是依舊非常強烈，而王秉義也不甘示弱啊，連續的拳法跟對方來回的互拼啊，互換拳。那在第2回合，雙方的進攻架勢明顯要比第1回合更加強烈一點。人手在有着這麼巨大的身高和臂展的優勢的情況下呢，切記，我們不能說着他去輕敵河崎格圖，切記把這種優勢真正當成自己的絕對優勢啊。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看到其實他可能不能像之前打刺拳、打橫梁距離這樣去試探，因為畢竟他賽前超重，必須終結對手。是的，更不允許有半點的猶豫，一定要更加的堅決。是的，河崎後手。現在還是看。這就是慢慢王秉義也開始加速。是，畢竟還是要終結對手才能拿到比賽的勝利。是的，河崎格圖呢，在第1個回合，在最後1分鐘的時候呢，抱摔是成功，但是呢，那一輪的抱摔也對自己的體能也是一個大的消耗。好的，這個輪板啊，這種短促的發力，應該也是往往河崎格圖爆發性最強的。是的，是的，是的，邊退邊打，沒錯。老將。這場比賽，王秉義他非常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優勢啊，來去進攻着河崎格圖。但是河崎格圖作為一個老將，他有着非常靈活的步伐，以及他非常經驗多的頭腦啊。面對對方的進攻，他知道該去怎麼做防守，該去怎麼進攻。所以看到他剛剛雖然說是在後退，但也一直的在做着進攻。的一個體能的儲備，因為對於老將來講的話，時間越長，他的體能儲備下降可能也是快。是的，因為我們在這裡說的體能儲備，不是說是河崎格圖會不會到後面就沒有體能，是的，不是這個，我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他這種體能還能不能夠維持讓自己拿到優勢的這種高頻的移動的這種體能。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高頻移動，包括反擊，包括向對手的預判，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體能儲備之上。是的，是的，是的。其實從場面上來說的話，河崎格圖儘管在外圈，他其實比對手更累的。是的，連續打擊。如果以賽車的角度來思考呢，那就是河崎格圖是一個非常善於彎道超車的這樣一位選手。沒錯，好的連續的打擊。我們能夠看到確實23歲的年輕戰將王秉義他的拳擊的基本功是相當強的。是。哇，手拿得很低，也是對自己的打擊有很高的自信。小心啊，非常小心的，因為河崎格圖這個河崎格圖連續的擊打王秉義，也剛剛我剛剛看到這個河崎格圖直接給了王秉義一個巴掌啊，也是應了他在賽前說在擂台上要打王秉義的這一句話。而王秉義呢，面對對方的進攻，先是防守，再發起反擊，不停的點刺，不停的在用遠距離對河崎格圖進行進攻。哎，這就是河崎格圖。那麼王秉義呢，對於這種的打擊呢，雖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擋道，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這種衝擊力，包括這種勢頭，那算不算是有效打擊呢？也都是包括這種我們的拳套呢是非常的薄的，是也有多場的比賽有可能這個拳套有擋住，但是的這種震盪力呢還是非常可怕啊。畢竟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比賽的好的打擊，穿透力也是很強啊。這一回合河崎格圖其實也是加強了自己對於對手的身體包括頭部的這樣一個臉。王秉義再次將河崎格圖擠在籠邊，河崎格圖想摔，非常漂亮，這一下是直接爆摔對方。但沒有想到啊，這個河崎格圖確實身材真的可以說是矮小，但是沒有想到他的力量確實還是非常大的，將王秉義比他高出那麼多的選手可以直接抱摔在地。而現在王秉義是只能將對方用腿給鎖住。現在河崎格圖想進攻的話確實有點困難，兩個人在地面上開啟了新一輪的纏鬥。而且在現場呢
也是面对老将呢，表现出来啊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没错，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啊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兵不厌诈。没错。10几秒钟的时间，上位的杂拳，我们看河西格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是的，现在河西格图也是不知不觉的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控制。没错啊，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这边看到第3回合開始。哦，開場之後，王明想要起飛膝。是，畢竟還是要注意，因為對於矮個子來說的話，高個選手的這個膝擊也是非常難以去防禦的。是的，連續打擊拳法。第3回合開始之後，王秉義依舊延續着前2個回合的戰術啊，將這個河西格圖一直擠在這個籠邊啊，來回的亂竄啊，也不能說亂竄啊，河西格圖也是一直在尋找着合適的進攻機會。只不過是王秉義面對着如此靈活的選手啊，他可能只能是先在步伐上逼近對方，然後再打出他的拳法。王秉義呢也是加強了腿法的進攻。其實剛剛在第2回合，王秉義倒並沒有用很多的腿法。確實啊，如果是單純的從這個 ITF 的體系來說的話，王秉義的腿法其實並不是特別的有代表性，可能更多的是使用這樣的一個正蹬啊。剛才河西格圖有一個推打的組合，是身體頭部打擊。確實距離上來說的話，還是王秉義佔了很大的優勢。是的。河西格圖還是非常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前手。是，王秉義我看到加強了自己的密度。但是河西格圖對於對方的這個拳法的搖閃，包括像搖閃的瞬間去打反擊的這些狀態是非常的好。是的。我現在看到河西格圖還是不停在以退為進，採取游走的戰術。那麼王秉義呢，他的拳法，特別是前手刺拳，也是相當的精準。為了去拉近和對手的距離，我們確實能看。河西格圖連續的擺拳，還是想抱摔王秉義，現在是直接拿住腿，哇，漂亮！再配合着半腿啊，又再一次的將王秉義給壓在了地面上。王秉義本來是拿住了對方的頭部啊，但是他自己的力量也不太夠，而且呢角度也很刁鑽，所以也是直接鬆開了手。雙方又是像第1回合一樣啊，就是半壓制不壓制的一種狀態。相對來說是坐姿手臂也很長。接下來的話，看一下河西格圖該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確實呢，正像是剛才我們提到啊，時間啊，對於王秉義來說是最大的敵人。沒錯啊，這邊的話河西格圖可以去打得更加耐心一點。畢竟在比賽之前啊，這是第一次他知道自己這場比賽最後獲勝的方式。王秉義我看到想起身，但是河西格圖呢還是不給王秉義任何起身的機會。好的，一拉，再次抱到腰部，連撲帶打呀，河西格圖也是破釜沉舟了。沒錯啊，這也是多年比賽當中對於比賽當中能夠去鍛鍊出的這種交感。其實如果2個人從身形上來看啊，如果說是到未來我們 JCK 戰金城啊，我們所有的拳迷到現場來看比賽的時候，如果看到這場比賽現場看，你們會知道2個人呢真的好像不是差了1個公斤，好像2個公斤。王秉義現在是完全可以掙扎起身，而這個河西格圖再次向前壓制對方啊！剛剛那一下呀，我感覺差一點又把這個王秉義的褲子給拽掉了。而王秉義面對對方啊這個特別粘人的摔法，也表示很無奈，所以也一直的在用拳來進攻對方的頭部，想以此來打開對方的壓制啊。河西格图發揮好，好的，這是成功的執行了壓平的壓制，但是再一次的又雙手撐地坐了起來。由於第3回合來說的話，雙方身上都出了大量的汗，比較濕滑，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河西格圖想要完全控制王秉義也不是那麼是的啊。剛才有幾次是從這個對方的身體當中滑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呀，2個人摔跤這控制人怎麼去形容呢？就好比是在一個泥泞的池塘當中去捉一條大魚。沒錯啊，還是這種大泥鰍。1分鐘的時間我看到河西格圖現在還是緊貼對手、擠壓對手的一個移動的空間，不給對手任何的這種輸出的距離。是的，王秉義現在確實楊紅剛剛在場外喊沒有時間了，是確實，時間現在是王秉義最大的敵人。那麼河西格圖呢也是深知這一點，這是因為畢竟他在比賽當中佔據了巨大的體型優勢。是的，老將的這種堅韌不拔的。
河喜格图不愧是最爱用摔法戰術的一位選手啊！這一次呢還是想摔，但是被王秉義直接給抵擋住了啊！現在是王秉義成功的將對方給反壓在下面啊！這也是這場比賽當中王秉義可以說是第一次啊，完全的將河喜格圖給壓在下面進攻，但是他也沒有找到一些特別好的進攻角度啊，只能是用腿法來進攻對方。好的，比賽結束。這場比賽是最終打滿了3整個回合啊。那在一開始我也說了，王秉義這場比賽必須得去 KO 河喜格圖才能獲得勝利。那很顯而易見啊，他並沒有能去 KO 對方，所以這場比賽呢，河喜格圖還是以點數來獲得了勝利。那在比賽的最後的那一個時間裡啊，雙方在地面上纏鬥的這一個時間裡面。河喜格圖呢，可以說是差一點把對方的褲子給拽了下來。那從最開始2個人的戰術呢，河喜格圖就一直採取了一個消耗戰術吧，可以這麼說一直的在繞着龍邊跑來去消耗王秉義的體力。而王秉義呢，他其實也是佔據中間的位置，在步伐上逼近對方，只不過他的每次拳法以及他的地面上沒有對方可能更加有利一點，所以這場比賽他也沒有能去 KO 掉對方。好的，那是我們國人之間的對戰啊，所以這場比賽呢也是恭喜我們的河喜格图一位老將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那本期視頻就先看到這裡，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不見不散。